嗨，我是莎莎，我是罗莎莎。然后这次跟曾正义老师一起参加这个 Jinko 的企划，那我们一起演奏的歌曲是《你是否想过》，中友道先生的李宗盛老师的词曲，这样子，自己也非常喜欢这首歌，开心可以给他另一个颜色。我自己是觉得，这个人他是不是在有点情了啊？你是否想过，这到底是谁的错？就是言语感觉很像是我爱不到你，然后你想想看啊，我们这些过去是错的吗？什么？因为我觉得"情了"这个词是有点是后面我们这个世代所产生的词，很好奇那以前会怎么讲。相较于就是那个世代，感觉比较少这样子的直接的音乐的词去阐述这个感情。对，所以我自己听到的时候就觉得蛮特别的，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就是华语，在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蛮在乎词的，大家第一个听到的也都是词，比较少是旋律开始的演唱上面。相较于欧美，我觉得华语比较多是因为我们的抑扬顿挫，所以会导致比较是一颗一颗的 groove 去唱，比较少流线型的东西。创作上或是我在演绎上，比较是融合，就是我自己听西洋音乐的感觉去呈现，试着把华语唱得更流线，但是又要让大家听得到那个词在讲什么。我从小就是一个就是非常爱唱歌的小孩，痴迷的程度是有点是每一天洗澡的时候规定自己就是今天要演唱2首歌，然后可能是一首快歌一首慢歌，或是我今天心情是什么，然后以前都会把歌词印下来背起来，所以洗澡的时候就可以唱。表哥表姐家都会有收藏 CD， 我就会进去房间，然后选一张，比如说彭羚的专辑、郑秀文的专辑，第一首唱到最后一首，不停歇这样子。其实那个时候就有一点在感受每个人的歌曲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很喜欢这件事情。那慢慢就是开始长大，就参加一些歌唱比赛啊，自己翻唱歌曲，到开始想写自己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他是在我人生中就是很早就开始触发这件事情，然后一直到现在。主要是我自己从翻唱开始，因为我完全不会写歌，小时候学过一点钢琴而已。可是我觉得对于写歌创作这件事情还是很陌生，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始。那当然也有看到一些朋友他们分享自己的创作历程，可是我觉得那个是有一个内心的恐惧在的，因为太想做好，所以会不敢做，一直翻唱，一直翻唱，翻唱到一定的程度，会开始觉得我没有一首完完整整可以表达我自己的歌。我喜欢这首歌的旋律，可是词我认为不是我心里想的那个样子。那在这个有限情况下，就会自己想要创造一些东西。一开始真的是写完就放在那边，我根本就不敢唱。我也想说怎么办啊，感觉好鸟哦。但是有一次就是我试着在我的演出唱我自己的创作，我就稍微带到，我也没有特别讲这件事情。结束就很多朋友会来跟我 feedback， 就是那场演出他们最喜欢的是我的创作，就是他们觉得说你真的很真心的在讲你想讲的东西，他们感觉的情绪是最直接的。其实我就是只是表达我想说的东西，就像讲话一样，只是我用歌来讲。我就发现说，其实不用怕，就像我现在在跟你聊天，我也是在讲我的想法一样，然后慢慢去修正，我现在就可以比较坦然的去做这件事情。主要是我大学毕业之后有先去行销公司上班，虽然是上班族，但是我并行的有在自己参加一些比赛，或者是一直还是有上传音乐啊，自己办一些演出，正职工作的 loading 也是蛮重的。所以每一次我做完一个事情的时候，我都想说好，我要去认真工作了，但还是会有件新的事情跑出来，或者就突然好想唱歌，我来办个专场好了，就一直这样。我发现我要压缩一般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开始投入在音乐上的时间更多。如果我要前进的话，我势必要花更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还是我离职好了。思考了蛮久的时间，因为那也要跟家人讨论啊或什么，但最后我真的觉得，如果今天我没做这件事情，
未来的我会恨死我自己。那最后就离职，然后全心做这件事情，不管是教课，再做一些自己的作品酝酿的感觉起来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可以讲自己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高敏人，我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很多声音或者是任何影响情绪。现在我已经整个生活都在做音乐，所以我很常会接触到不同的人，那你就要更了解你自己，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可以好好的做好这些事，好好的产出你想要产出的音乐，这个上面就会更加注意说，那我要怎么样对自己更好一点点，更稳定自己的心情。那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其实就做好工作，你其实下班之后没有太多的心思做一些娱乐的事情，可能就会忘记自己其实真正喜欢什么。现在嘛，就是很多事情其实不是只有音乐而已。23、24岁踏入这个圈子到现在，其实也经过一个蛮长的时间。第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生存在这个继续的走在这条路上，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现实层面的因素，因为环境而影响心情的这些东西，照顾自己的心是很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媒介有变成可能以前 CD 实体，到现在是只有串流平台，更多的是你要影像化你的音乐，一直在经历这样子的改变。我自己的心态也是一直在调整说，我表达出来这个作品了，但是能不能让大家听到，其实还是需要一些顺应这个时代的一些工具。最大的感触是这个样子，一个阶段或每一年都在改变我的目标。原因可能是因为我真的有达成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接触到的人环境给我的感觉是其实我不一定要紧抓着这个不放。我的心态好像一直在滚动式调整。目前我得出的一个最大目标，其实就是问心无愧的做我自己想做的音乐。我觉得其实不是容易的，以前会很在乎可能流量，或者是之前有在公司里面，所以会在乎说我是不是不能带给公司什么，然后这些东西就会加入在我在做音乐这个过程。最近感觉到的是，我秉持着我现在想要对这个世界说什么话，那我就是做出来。我觉得音乐就是很主观的东西，所以今天我努力做到我认为好的标准，不会在框架里面太多。对，我觉得这个框架也不一定是前公司所给我，或是这个环境给我什么，而是我自己可能也对于自己有一个框架。今天我不用再对任何人负责了，我就是对我自己负责就好的情况下，那个框架其实会被打破蛮多。最大的关键就是沟通跟了解，一直在跟自己对话。我找了一些我也了解我的人，然后他们看得到我看不到的一些东西。我最近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是，过程越痛苦，做出来的我会觉得越好。但是我的意思不是鼓励大家说你要超忧郁还是怎样怎样，而是我说的那个痛苦是以前我会认为做音乐顺顺的，然后哇一切都很在我的掌控之中才是最好的，然后我就有点没有办法接受那种变动。最近开始做，跟上一张比较起来真的卡。那卡在哪里？其实多半都是我那个时候的状态不是灵感一直都是顺顺的。以前会很紧张很焦虑，现在就是好，那我先放着吧，反正就是我还是继续生活嘛。你是怎样的人，其实你作品就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感觉。我就觉得那作品蛮像我的，就是情绪化然后一下可能今天充满自信，然后隔天就觉得我好烂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慢慢的去磨成这个样子。瓶颈一定有，那大家就是不要逃避它，千万不要逃避它，时不时提醒自己拿来看一下，跟不同的人聊聊天，不一定要聊音乐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在那个别的话题上闪过一个跟这首歌有关系的，因为那个作品就是你自己，所以其实不要觉得做其他事情是没有意义的。我在参加这个企划的时候，其实我人生的状态不是说非常的好。对，我觉得那个是在我一个比较低潮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企划就是有让我开心一点。对，因为我觉得认识的人，整个团队啊，包括
徐文老师，然后还有就是有机会可以跟曾正义老师一起工作。我觉得更有意义的是，就是让这些发行过的歌再赋予它一个颜色，然后是用我的方式，就有点像是回到我接触音乐，我就是翻唱的这个初衷的感觉。所以有提醒到我一些事情，感觉音乐就是该这样玩。有一些歌曲在那个年代可能没有到很多人知道，但是音乐就是留在那里了，一定还是可以再重新的被听见。那我觉得这个动作就是可以让更多音乐被听见，所以我就很期待，就是接下来有更多这样子的企划。